一会儿见。小李，有个采访，跟我去一趟。哎，好嘞。干什么去啊？哦，主任，清水河污染的事儿有个采访，我得赶紧去一趟。胡闹呢吗？怎么又是污染的事啊？上次都说过了，别境添堵。不要去了，工商联的会议去采一下。哎，主任，这个工商联的会议，你还是让别人去吧，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再说了，这些都是观众关心的新闻热点啊。你都答应人家了，你给我请示了吗？你就答应人家？我这不是你什么你？我今天得好好说道说道。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贯的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你，被他带坏了。上次出去暗访，谁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忘了？我不让你去是关心你，别不知好歹。怎么就不知好歹？你看，还来劲了是吧？啊什么？你说，什么叫观众关心？关心了就得去拍啊，这叫媚俗。还瞪，啊？显得你眼睛比我大。哎，你说，什么叫新闻热点？观众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新闻里播的多的，自然就是热点。这个工商联会议汇聚了咱们全省的最重量级的优秀企业家，事关经济发展，重要不重要？啊？你在这个会场里头把咱们电视台宣传一下，顺便呢为咱们台的创收做点贡献，这不重要？重要，主任。但是我们总不能都钻进钱眼里吧？什么叫钻进钱眼里啊？啊，你才干了几年新闻，就在这儿给我掰扯这个新闻理念呢？胡闹！赶紧去，别误了事儿。那我走了，主任。啊！哎呀，哎，宁老师，您怎么了？头疼，啊，好晕。宁老师，没事吧？怎么了？头晕。他这好像是后遗症，站不住了。刚才还头疼来着。真头疼。啊！那行那行，你和小王快，你俩去这个会议，快快快，你别去了。哎，好嘞。别去了。我去了，我去，你都这样还怎么去啊？快快快，我去去。那休息一下吧。小李辛苦你了啊。没事。快去快去。哎，好。小王，咱们走。没事啊？没事没事。强强，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不用不用，主任，不用，我这几天总这样，我们不能耽误工作。没事，我喝口水，歇一歇，一会儿就好。主任，你忙去吧。哎呀，怎么搞的这些天？喂，刘叔叔吗？哎，你好，刘叔叔，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对对对，用车用车。好，那一会儿见啊。可以啊，思维，饭量不小啊。这说明啊，我干活多，体力消耗大。行，我一句啊，换你10句，值了。有本事你少吃点啊！哎，陈俊，这元和法官遴选的细则你看了吗？看了，没什么，准备迎战。我跟你说，这是个机会啊。刘叔叔好。
宁记者好，刘叔叔好。哎，刘叔叔，我们今天去清水河的东流村啊。好嘞，好嘞。嗯。哎，谢谢你用我的车啊，你倒是给个油钱就行。那怎么行？叔叔，该怎么付钱就得怎么付钱。我觉得，我希望挺渺茫的，这么多法官都没法消化，还能轮到我一个助理审判员？我倒觉得原额制改革是件好事儿。你就说现在人少案子多吧，可也不是人人都在忙案子。有的法官当着领导，整天忙着开会；有的人呢年龄大了，经常请个假，名义上是法官，可是一年到头才能忙几个案子呀？还经常倚老卖老。文军，你说谁呢？哎呦，葛老师，我可没说您啊。你说的就是我。怎么了？学会背地挖苦人、损我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葛老师啊，我真没这个意思。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要拿年轻当专利，谁也没年轻过啊！我年轻时候在法院里面审案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呢。现在我年纪大，身体不好，请个假，这不很正常吗？我审案子多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见。葛老师，您至于这么激动吗？我什么激动啊？现在嫌我们老了是不是？想通过一场改革把我们给换掉？告诉你啊，没门儿！现在提高待遇了，涨工资了，你们蹦出来！告诉你，我这个法官的任命，那还是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你明白吧？最近呐，我看新闻，说有的人呐，竟然在污染的水塘里养鱼。对这些昧着良心挣黑钱的人呢，就得使劲曝他们的光。光曝光还不行，还得罚他们的款，罚他们个倾家荡产才对。没错。哎，刘叔叔，你做这一行多久了？哦，算起来也快20年了吧。这么久了？是啊，就说咱们滨海市的路吧，全装在我脑袋里呢。就连进桥区的路啊，我都门儿清。太厉害了！哎，叔叔，陆明以前叫什么？啊，叫张天明。宁记者啊，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啊，我就好奇，随口一问。欧阳院长，哎呀，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是菜市场还是小卖部啊？哎呀，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坐，慢慢说。亲人的这种，出什么事了？我说，你说现在原额制改革，像我这个情况，年纪大了，反应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跟他们小年轻人一起考试啊。再说这年纪一大，身体不好就要请个假什么的，跟他们也一起考核3年的业绩呀，这个不合理呀！这个我过去年轻力壮的时候，我是出过大力气，这你是知道的，是不是？怎么着呀？这现在待遇提高了，是不是？要让我们靠边站，连个法官都不是了，这凭什么呀？他们，真是的，他们就……你指的是谁呀？陈军。陈俊不是你带出来的吗？看，我是带这个徒弟下一支烟。我说你呀，都这岁数了，还这么冲动，啊？改革也不是3、2天的事情，你稳住了啊！你以为一个文件下发了，这改革就完成了？这里面牵扯了多少利害关系，还有多少细节问题呢？你呢，不是外人，我说句实在话啊，改革是好事，但也有风险。我的观点是，凡事不要着急啊，多看一看，给自己呢留点余地，特别是当领导的
要从大局来看这个事儿。有些事儿不能冲在前面。这个事情呢，我也提醒过白院长，咱们省高院别跑得太靠前。是啊，他听不进去啊。哦，哎呀，好了，老葛，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党组会的时候我会提的。你先回去吧。好，那你就多替我们老同志说好话了啊！谢谢了啊，谢谢。把门带上。哎，好。你啦，走吧。哎，请进。白院长，坐。跟您汇报一下，国柱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王大力最后也承认，穆国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借了他的钱，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呢，国柱还是体现了一个法官的操守，他没有责任。现在借条也还回来了，钱和利息也还清了。那就好。万宝案现在还没有结案，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国柱没有问题，我就放心了。还有，关于执行局孟铎和史泽峰的举报，我们纪检组也进行了调查核实，情况是这样的。孟铎，你说郎坤这个案子办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线索，你觉得行吗？行啊，不行也得行，这些案子必须查到底。哎呦，12点了，咱们该吃点东西了。哎，这儿有个面馆。行，走。哎呀，别闹，走吧。哎，这儿行吧？行啊。坐。哎，老板，2碗面。2碗面，好。对。来盘牛肉，我请客。好。面稍等。好嘞。老史啊，别闹，来。喂？什么？哦，好，我知道了。有事啊？孟铎，我家里有点急事儿，老人病了，我得赶紧回去。不是，吃完面再走呗？不，来不及了，我走了。这面马上上了。老板，能不能推碗面？可以。啊。那天孟铎和史泽峰去执行栾坤案的调查，在等面的时候，史泽峰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有急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这一点举报的不实。老板，多少钱？已经有人给你结过账了。结过了。哟，这老史什么时候买来的？行吧。
那个，问一下，是刚才跟我来的那个人买的单吗？不是，那是谁啊？是一个男的。男的。这顿饭结了多少钱？一碗面18，一盘牛肉28，总共46。这么着，给你50，给我开个发票。可是已经结过了。你一定得收下我的钱。我们也找饭店的老板进行了核实，证明孟多和史泽峰说的属实，而且俩人的话呢非常吻合。但是由于时间久了，监控录像也没找到。看来这个孟铎的警惕性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举报不成立。那是谁给他们买的单，又是谁举报的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查不出结果。我们还是要加强内部教育，防微杜渐呢。道德自律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干警队伍的廉政建设，我们更应该加强制度的监督和制约。我赞成您的意见。老杨，妈，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儿子回来了，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1个小时之前。自己回来的？啊？你怎么不打电话让你爸接你去啊？不劳他大驾了。他表现很好的。院长回来正好，开饭。吃饭吧，饿死我了。来。嚯，老杨，偏心眼儿啊你！儿子一回来，这又是鱼又是肉的。你属兔子的就喜欢绿的，我平常就给你做这个，你也消化不了。哎呀，在学校啊，就惦记我爸这口了，闻着都香。哎，那就多吃。想当年我就是看上他这身手艺，我一看哟，这么一个书呆子，居然做一手好菜，那以后这家里头除了书香还有饭香，看他人又温柔体贴，算了，嫁了吧。这说明你妈那个时候的眼光就非常敏锐。来，洗手呢，吃饭，走。哦，忘了。陆老师，哎，还没有下班啊？还在准备明天的调解会吗？对。那我去帮你买点吃的吧。现在都几点了？啊，不用了，我这里很快就结束了。那好吧，那我先走了。您早点下班。再见。好吧，再见。你不告诉我分手原因，我是不会放弃的。爸，你这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你就休息一会儿嘛。明天环保案要开调解会，我得先做个准备。你怎么样？头好些吗？没事儿了，就是偶尔有点头晕，别担心，没事儿。佳怡，我看你最近心情好像一直不太好。
那天是爸爸的态度不好，你不要怪我。没有，我怎么会怪你？你想到哪儿去了？爸，那你忙完你早点休息，我回房间了。好。佳怡啊。啊。还是因为那个陆明吗？没有的事儿。爸，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现在的任务呀，是专心准备你的案子，一定要把那臭小子打败。去吧。好，你也早点睡。哎呀，撑死了，撑死了，撑死了！儿子，说说你这次回来的打算。我这次回来啊，我想多走几个地方，了解一下东方省在环境污染和保护方面的现状与趋势。因为很多问题我在学校图书馆是找不到答案的。要想写好关于生态环境的论文，就必须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我老师也很支持我的想法。你这个想法，老爸就完全支持。做学问不能浮在上面。我平时就这么教育我学生的。韩教授说的对。另外呢，我还想再了解一下海洋生态环境方面的情况。那我可以给你2个建议。第一个呢是滨海海事法院有很多案例是涉及到海洋环境的污染和保护的。第二是你可以去找找佳怡，她是记者，对很多基层的情况非常了解。哎，人家那么忙，我现在去不好吧，打扰人家。怎么我一说佳怡，你那么不自然呢？没有啊。儿子，跟妈说说，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呢。同班的女同学有没有对你好的？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我记得佳怡好像……哎呦妈呀！你怎么一谈起这事儿，一点都不像个院长，跟个居委会大妈似的。哎，你什么态度？你妈问你话，你不好好回答。就是，你妈好不容易在家像回大妈，你感觉不像院长，那是值得庆幸的事儿啊！你还怨他？不过啊，我完全支持你妈刚才的那个说法。夫唱妇随是吧？你们俩聊，我睡觉去。不是，儿子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你们俩聊。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跟谁啊？我刚才一说佳怡，他就特别不自然。陆律师，宁律师，今天的调解对环保联合会是个机会。这难道对志成化工来说不是个机会吗？你真的不明白何一婷的想法吗？之所以推进调解，就是希望志成化工能够达成妥协，站在道义的角度上，为环境修复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多出一份力。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必完全拘泥于过去的那种诉求。只要你们提出的条件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会努力的去说服韩总他们接受。宁律师，如果你们珍惜这次机会，就该拿出诚意来，承担起环境修复的责任，对曾经的过失进行救赎。我也会说服我的客户，从大局出发，不必求全责备。好，祝你们愿望达成。谢谢。欢迎张秘书长。
韩总来参加今天的调解会。因为不是开庭，所以大家可以放松一些。我们合议厅的成员就不用一一介绍了哈。双方律师及当事人，大家上午好。今天之所以召集双方来参加调解，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双方达成和解。一方面呢，是尽快回应社会各界对这件事情的关切；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减轻双方的诉讼压力。这样，我们还是先请环保联合会说说你们的期望。谢谢白院长，特别感谢合议庭安排的这次调解。这个案子，我方的诉讼标的超过3亿元，这个数据是经过严格的取样以及周密的计算得来的。所有的来源数据以及司法鉴定书都作为证据呈交法庭，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既然是调解，我方愿意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经请教环保专家，我方可以接受的最低赔偿额2亿元。希望对方当事人抓住这次机会，减少自己的损失。下面，请志成化工表达一下你们的期望。谢谢。我方的一贯主张是，志成化工在清水河污染事件当中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既然是没有责任，那么今天我的当事人志成化工的董事长亲自来到了调解现场，就是出于对环保公益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刚才对方律师提出来，可以把这个额度降为2亿元。我们认为，这本身是对方对此案可能产生的判决结果的一种误判，也是对志成化工的极其的不尊重。对此，我方不予接受。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调解的必要了。那我想请志成化工说一下，你们的心理底线是多少？这样吧，白院长，我说2句啊。这个前些日子呢，白院长去我们企业去做过实地调研的啊，看了一下我们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吧。坦率地说，情况不是非常乐观。低迷的行业现状，残酷的市场竞争，导致我们这个利润实际上是非常薄。但是作为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呢，我个人认为，我的企业3000多员工，以及他们每个人背后的一家老小，依然需要这个工作岗位。清水河污染一案，我个人是非常痛心的。但是凭良心讲，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即便如此，说，法庭要求我们从道义的角度，我们挤出一部分钱来，抚慰一下受害的群众，我愿意，我接受。我不是说我姓韩的觉悟有多高，但是至少不能那么低嘛，但是，我刚才听到这位年轻的律师朋友的几句话，坦率地说，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2亿，你知道2亿什么概念？这是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几年的利润总和呀！我姓韩的全部家产加一块也不一定有这个数，什么意思啊？让我关张！我创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就此我不说了，对不起，对不起。那我想请问韩总，如果让您挤出来一点钱，您愿意挤出来多少？
歉啊，我刚才情绪不好。这样吧，我志成化工愿意拿出500万，就这样，我尽全力了，这是我能够拿出来的上限的上限。我们要2个亿，你只给我们500万，你这不打服要饭呢？你环保联合会不能这么跟我说话。你为国家纳税吗？你创造就业机会吗？闲的没事你整人吗？是吧？啊！韩总，请你冷静一点。张秘书长，也请你冷静。大家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在这里你们可以争辩，但是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语，控制好自己的情绪。2位当事人，双方律师，我说2句啊。从你们的发言和合议庭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大家都不容易。我当法官已经有10几年了，以我的经验，如果调解成功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希望你们呢，能够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谈，这样呢，才能谈出结果来。我希望双方呢，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好吧？谢谢张庭长。志成化工在环境污染案中到底有没有责任？我相信合议庭会给出判断。不知道在清水河污染案事件之后，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清水河？如果去过了，就会知道500万能不能让一条河恢复原来的状态？能不能让清水河周边的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能不能让清水河中的水继续灌溉沿河的菜篮子基地？能不能让孩子在水里嬉戏？能不能让牲畜在河中饮水？我们主张的数据，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主观臆测，而是依据司法鉴定后的科学计算。这个数额已经考虑了调解过后可以有的让步，为的是尽快结案，尽早的修复环境。如果仅仅是这样的数额，我建议合议庭还是通过法庭裁决吧。陆律师，请你跟我到隔壁房间。陆律师，就算我批评你2句吧，你刚才的发言不是调解，是法庭辩论。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法庭判决志成化工这一方没有责任，那么环保联合会所主张的赔款可能1分都拿不到。你作为一方的代理人，要充分的让你的当事人了解到这个案子的诉讼风险。你要多做当事人的工作，才有可能达成调解。白院长，谢谢您的提醒，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会继续和当事人沟通。不过您应该也看出来了，对方根本没有调解的诚意。服务员，哎，佳怡，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刚回来。哎，走，我请你喝咖啡。上车。白院长，我们理解您的意思，我也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可是对方的这个主张和我们这个承受的能力之间，这数额差得太大了。我看继续这样下去，也是很难达成和解的。
与其说这样浪费时间，还不如我们就直接宣布停止调解吧。好吧，我宣布，此次针对环保修复案件的调解失败。合议庭将择日开庭审理。在此之前，如果双方还有新的调解意见，可以随时跟合议庭联系。散会。谢谢。怎么样？是想继续读研，还是毕业找工作啊？我导师的意思还是希望我继续读研。我想，我还是适合做研究。你从小到大的文气十足的，学霸嘛，适合搞研究。怎么，这回回来想跟我去体验一下民间疾苦？还不是因为要写论文。我又不愿意上搜索引擎瞎编，还是希望能够深入到基层，去多了解一些案情。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想写一篇有现实意义、有用的论文。不愧是杨博远。那这样，如果我有环境方面的采访呢，我就叫上你跟我一起去。然后，我再给你介绍几个县市的朋友，帮助你到基层去看一看。那太好了。等你看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环境状况有多么的不乐观。对了，你妈妈审的那个案子就很有典型的意义，在我们东方省影响都很大的。我妈在家是从来不谈案子的。没关系，我知道，我跟你说。好啊，好啊。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你说，同志，我们问一问清水河污染这案子能不能解决？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审呢，你们大家不要着急。这个我们来好几趟了，你那么叫院长，我跟他聊聊行吗？见见，我们就是想见白院长。看来环保案调解是不可能了，双方的诉求差得太远。商量不成，那就法庭判决吧。我们要尽快开庭。请进。哎呀，白院长，呀，我爷爷在这儿啊，行，坐吧。白院长，这污染受害群众又来了，非要见你啊，说什么偏袒污染企业，我们暗箱操作，诉讼迟迟不执行，是什么？啊，说一定有猫腻。你说，他们这些人懂不懂法？这简直是不瞎掰吗？这是。也不能怪他们。我这2天一直在想，这个案子影响很大，关注的人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庭审直播？庭审直播？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庭审的过程透明化，打消很多人的疑虑和猜忌。白院长，这个案子有那个必要吗？这样，庭审直播的事情咱们改天再聊。你先代表我去跟上访群众做一下沟通，好吧？这上访群众说见院长就见院长，那以后咱们这工作还怎么做呀？那你要是没时间去，我去。得，还是我去吧。还是老院长体谅我。我发现欧阳院长一见到您就没脾气。嗨，欧阳院长是我的老领导，跟我不见外，直来直去，我觉得特别好。白院长，我觉得庭审直播这个事儿，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它必定有不可控因素啊，这么大的案子，风险也大呀。我会考虑的。
今天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啊。陆明，你为什么会喜欢拳击这么激烈的运动？我觉得，只有在激烈的对抗之后，身体才会真正的放松吧。就算是被击倒，在倒下去的那一刻，我会感觉自己的身体脱离了地球的吸引。那一刻，很短暂，也很漫长，很美妙。你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这么说，你可能很难理解吧？我才不要体验呢！我觉得你打拳的时候，就是在发泄。发泄？也许吧。陆明，如果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你会骗我吗？骗你？我为什么要骗你？那你会把你心里的秘密告诉我？我知道，你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很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所以你需要发泄，在发泄当中去放松自己，对吗？佳怡，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这些。你的本名不叫陆明。你的父亲也不是刘千叶。陆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过去？你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是我做了什么？还有我做错了什么？你一定要跟我分手。你能不能让我明白？对不起，我的本名叫张天明。刘建业也的确不是我的父亲。在我10岁那年，我的亲生父亲张大年犯了罪，强奸杀人罪，他被判了20年。我母亲因此一病不起，2年之后就去世了。是叶叔和文姨收留了我，供我上大学。对我来说，他们就像父母一样。对，这就是我心底的秘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不想被别人嘲笑，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谈资。这也是我为什么改名字的原因。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样。我去问刘叔叔，刘叔叔也不肯告诉我，我就更加想知道原因。可是陆明，这不应该成为你跟我分手的理由。我不会瞧不起你的。佳怡，你是个善良阳光的女孩，你不会瞧不起我。从我10岁开始，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我遇见你，我打心底里面感到庆幸，甚至我害怕会失去。陆明，你不信任我。我们在一起都那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我不会在意你父亲做了什么，你也不应该因为你的父亲就跟我分手。因为你父亲，我父亲。被告的作案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本公诉人请求法庭对其从重量刑。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年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义正辞严的样子。因为无奈，也因为愧疚，我妈妈将我们住的房子折价赔给了徐敏一家。我和妈妈搬进奶奶留下的20平米的小房子。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切。佳怡，我们只能分手。即便今天我有勇气能面对你，说出这一切，也不代表我有勇气可以面对你的父亲。他也不会接受一个他亲手送到监狱里的强奸杀人犯的儿子做他的女婿。跟您汇报点工作。坐吧。哎。还是栾坤这案子的事儿。这拘留期呢，马上就到了，我们也没发现什么其他的隐匿资产，那到时候就只能放人了。绝不能超期羁押。如果没有发现新的违法行为，那就依法放人。最近债权人这边情况怎么样？一个字儿，催。怪我们执行不力。栾坤部分查封的资产已经在网上公开拍卖，我跟欧阳院长商量了一下，争取吧，尽快给债权人发放执行款。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程序合规，依法执行。您放心，我们会注意的。那我先走了。白院长打算环保案庭审直播啊？啊，又庭审直播？听谁说的？张厅长啊，不过最终还没确定呢。千万别！我最怕直播庭审了，一想到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我，
我这紧张的不行。你可别自作多情了啊！人家观众看的都是主审法官，没人看你这低头打字的书记员。怎么不会啊？我们两个可是整个法庭的颜值担当，好不好？没错，对。就是。哎呀，说实话啊，我挺不愿意庭审直播的。你说平时开庭嘛，时间长一点没事儿，这一庭审直播，这不到2个小时，哎呦，全身都散了架一样。还是紧张呗。对。如果是把他搞定之后，那么下面的这个对应的人是什么？咱们下次去现场的时候，必须得把那现场证明去示。对，照片什么的必须得按记录。小妹儿，跟你说点事儿，请指示。通知看守所释放栾坤。什么？放了？这拘留期到了，咱也没找到新的隐匿资产，依法释放。行，我这就办。我会继续追查的。查到了，我给你们请过，一言为定。韩总，好雅兴啊！也就是写个字儿的时候，能静静心呢。来，坐。法院的通知到了，3天之后开庭。开吧，赶紧开。这只血老不掉下来，我也睡不踏实。合议庭的通知还说，可能审理要全程向社会直播。什么直播？就是通过互联网，把庭审的整个过程同步的向社会播出去。至于电视台参不参与直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我不同意，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啊！最高法有相关的规定，法院有权利选择一些公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有一定普法宣传教育的公开审理案件，进行向社会庭审直播。少跟我扯规定，我是当事人，他要为我的企业跟我的经营负责，他要征求我的意见。你的意见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议庭能否接受你的意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上海沉浮这么多年，不敢说有头有脸吧，在这个小圈子里，多少我还有点名气。就这么个破案子，弄得我满城风雨，我再来个直播，我真成了明星企业了。我觉得这事情也未必都是坏事。如果法庭判我们赢了，那不正好是进行一次正面的宣传吗？正好正名吗？不能这么想，宁主任，我不同意你这看法。跟白雪梅再做工作，这件事情最好悄没声了了，是最好。白雪梅的工作我是可以去做一做的，但是依我对她的了解，希望不大。死马当活马医，危险。这个网络直播呀，要是小来小去的案子，我没有意见，那没多少人关注。可这个案子，关注人可太多了，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议论纷纷。万一要被人抓着小辫子，通过网络夸大事实，演变成庭外的网络暴力，说不定还会干扰和绑架司法审判。要真是出现那种情况，那后悔可就晚了。虽然现在很多人的法律素养还没有达到理性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正因为是这样，庭审直播才更有必要性。
通过庭审直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案件庭审的全过程，就会放大司法裁判的社会效应。一方面普及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主动接受大众的监督。可是万一要出什么事，影响的可是高院和你的声誉啊。我认为，庭审直播，即便是出一些纰漏，即便是不够完美，那也没什么。这一切恰恰说明，这都是真实可信的。群众喜欢公平公正的，喜欢真实可信的，那我们就去做，这有什么可怕的呢？韩总，省长在等您。哎，请进。主任。哎，您身体好些了吗？啊，偶尔还是有点头晕，不要紧。来，坐。好。陆明啊，这次庭审可是直播，你可一定要重视啊。我知道，我会尽可能的考虑细致一些。到时候，无数双眼睛都会盯着你，如果有了问题，就会贻笑大方了。我明白。要特别注意在法庭上的言行举止，在辩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待对方代理律师宁志远的态度，一定要有风度。无论法庭辩论多么激烈，这一点一定不能忘记了。我知道，您放心吧。哦，对了，听说你又重新做了检验报告，结果出来了没有？还没有，我已经催司法鉴定中心了，他们说送检样品成分复杂，还需要时间。他们不会耽误庭审吧？如果真耽误了，合议庭是不会采信的。我也是担心的。如果检验结果和以前一样，或者检验报告没有被合议庭采信，那这个案子就不容乐观了。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的，争取实现我们的目标。好。江蕊，我希望通过信息化的升级，能把咱们东方省高院打造成公开透明的阳光法院。那你们信息中心呢，一定要加油，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提出来。好的，院长。那我先走了。好，你去忙，请进。白院长，海员所的宁志远主任想见您，已经在会见室了，说是看您的时间。好吧。宁主任，白院长，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总来打扰你。今天来是为庭审直播的事儿吧？是，我的当事人听说要进行庭审直播，表示坚决不同意。我查了一下，根据最高法的相关规定，凡当事人坚决不同意庭审直播，并且有正当理由的民事和行政案件，不得进行庭审直播。那么，能不能请白院长认真的考虑一下？宁主任，当事人不能接受，这个我理解。但是这个案子啊，影响巨大，涉及面又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群众在关注，所以做庭审直播，一方面呢是体现公开的原则，让司法过程主动的接受大众的监督。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普法宣传，让更多的关注者能够直接了解庭审的全过程。
放大司法裁判的社会效应，这些也都是符合最高法的相关规定的。所以我看还是得麻烦你去做做你当事人的工作。我的当事人认为，庭审直播会暴露他们的经营信息，这涉及到企业的隐私，同时会对他们企业的社会声誉造成损害。宁主任，从目前的各项证据来看呢，并没有牵涉到当事人的任何商业机密的内容，所以你方提出的不同意庭审直播的理由，依据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不能成立。好，那你就明天下午来电视台接我。行，那再见啊，博源。是杨博源的电话。哦，爸，你这耳朵好长啊！你爸这耳朵顺风耳。哎，他不是在北京读书呢吗？是，他这不是要写一篇关于环境治理的毕业论文吗？就回滨海市做实地调查。他找我是想让我帮忙给他提供一些案例，这不正好明天下午有个采访，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儿去。你别说，博源这孩子我是真喜欢，沉稳好学，是个学者型的人才。要不是比你小2岁啊，我倒觉得你们俩还真合适。爸，你别乱点鸳鸯谱，我跟杨博源这种类型的，我俩就不来电。什么来电不来电的？人呐，在一起相处久了，自然就有电了。爸，我想问你个事儿。说。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些年我办过的案子多了，你说的是哪个呀17年前那个奸杀案。哦，你说这个案子，记得，不但记得，还印象深刻。这个案子当时轰动了整个滨海市，影响非常大。我是这个案子的公诉人。你问这干什么？哦，没什么，我就是偶然听人家提起来的。我想了解一下。爸，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当年的细节呀？那个案子的被害人是一个叫徐敏的女孩子，她在市里读大学，家住在郊区。她是打车回家。后来还打成了重伤。一个好端端的孩子，这一生就这样被毁了，这个家庭整个也就被毁掉了。那个凶手叫张大年，后来被判处了20年的徒刑。怎么了？啊，没事儿。我说你这丫头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啊，没有。你告诉爸爸，是不是跟陆明还在来往啊？爸，你不觉得陆明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吗？优秀？你认为这个优秀应该如何界定呢？我认为一个人是否优秀，不应该仅仅从他的工作能力来衡定，还应该包括他做人的修炼和涵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认定，我认为陆明距离优秀这个词还有一定的距离。爸，你这是偏见，你并不了解他。算了，不跟你聊。丫头，我这算是自找没趣吗？
孟坤，我宣布，对你解除拘留。孟法官，你不该让我走啊！我还有隐匿资产，你没查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啊！我告诉你，郎坤，你如果有隐匿资产，我一定查得出来。到时候你可别哭。白院长去省里开会了，委托我召集双方律师开个会。首先呢，明确一下，如果双方还有新的证据，请抓紧时间在开庭之前交给合议庭。明白吗？张庭长，我方没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我方暂时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暂时。陆律师，离开庭的时间剩的不多了。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尽快提交的。好吧。那我再说一下啊，这次我们开庭是现场直播，我希望双方律师严格遵守法庭纪律。哎，佳怡，你看滨海市的郊区还是蛮漂亮的。啊。我看你啊是在象牙塔里待久了，现在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是，除了看看心情都不一样。你怎么了？看你心情不太好，是性格变了吗？没有。那你应该高兴啊，有我这个司机送你去采访。你没搞错吧？是我为了你搞调研才安排的采访，你应该好好谢谢我才对。对，我谢谢你，谢谢你。陆律师，宁律师，作为宁佳怡的父亲，我有几句话，请讲。宁佳怡告诉我，你们是朋友，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其实从佳怡从小到大，我都经常在鼓励她广交朋友，与人为善。尤其是现在她做了记者，又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但是，无论职位的高低，她都能够对人家以诚相待，这一点我很欣慰。可是，我们佳怡从小到大也有一些很致命的弱点，比如说，她就不大会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宁律师，你跟我说这些，我听不太明白。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你们是朋友，那么就请陆律师在方便的时候多提醒他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只适合做普通的朋友。谢谢。请等一下。宁律师，我跟佳怡是校友，从大学认识她到现在，我认为您的女儿非常优秀，她活得很阳光，很独立。她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所以，她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交往到什么程度，您大可不必费心。再见。你小心脚下啊！你慢点。夫人，
就是这儿。我刚工作那年来过这里，这条河的水啊，全都是红色的。是吗？原因呢，是因为河的上游有2家化工厂，他们把这个污水直接就排到了河里，后来这条河就变成了臭气熏天的污水河。你小心啊！哎，现在还不错。是，那是因为2年前这里开始治理污染，有1家化工厂呢关停了，另外1家呢上了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你看，才短短2年时间，河水就变了样。不过经过检测，河床的泥土当中污染物还是超标的。我问过专家了，说需要完全恢复，恐怕要几10年。还好，我们还能看到希望。佳怡，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样板真的很有说服力，谢谢你啊。跟我你还客气什么？你看这里的风景还是很美的吧？这里可真漂亮。走吧，我再带你去见一位我的线人。线人？就是给我提供信息的人。哦，走，走。不环保案，创业这么些年，我没怕过事儿啊，怎么这回这么力不从心呢？怎么？咱们不都是一直按照合同办事儿的吗？是啊，韩总，宁志远说了，这个案子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咱们赢面那么大，庭审直播也未必是坏事。你们呢？跟你们说多少屁用没有。打我创业那天起，我就明白一个理儿：人怕出名，猪怕壮。低调，什么事低调？别原因。跟我们一波起来的，挣俩骚钱儿，到大街上，呵家逮谁不认识谁，哪儿去了？现在哪儿去了？全折了。闷头发大财比什么都强。是，韩总，您是个务实的人，这一点我是真佩服您。我也佩服。除了咱们自己关心自己，谁关心你啊？李省长不是对咱们挺关心的？你拉倒吧你，那就是个情分，够交情够意思，这就不错。就咱们这点破事儿，在省长那儿那叫事儿吗？那个，咱一民营企业，当官的都绕着走，能帮你说句话就不错了，说不说都是两回事儿，管不管用，那更是听天由命。王主任。哟，宁记者，王主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了。王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的同学，叫杨波元，这位就是山前村的王主任。王主任，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好，快快，来喝点水。哎呦，哎，王主任别客气。这好久也没来了。嗯。宁记者，哎，我跟你说个很奇怪的事儿。很奇怪的事儿，能有多奇怪？我们凤凰山里啊，有一块荒地，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多人没人用了，也没人管它。前些年呢，我们村里老姚就看那块荒地荒着，怪可惜的，就在那儿盖了个养猪场。他们一家呢，也就搬到山里去住了。结果呢，这奇怪的事儿就来了。先是他养的那些小猪啊，经常出些怪胎，有的多条腿，有的缺个耳朵，还有的身上长些很奇怪的瘤子。一到夜里啊，这猪就嗷嗷乱叫，太瘆人了。这不，去年老姚也得病了。老姚生病了，身上是又疼又痒，还流脓水，死了。再后来啊，他老婆、他孩子
都得了怪病了，就把那养猪场给关了。村里人就说呀，八成那地儿闹鬼，搞得村里人呐都不敢进山了。王主任，这说山里有鬼，你信吗？嗨，我才不信呢。可是真实现象咱也不知道，也说不明白，就指望你宁记者给呼吁一下，叫那些专家来给考察考察呗。好，这件事情我尽快办。好，谢谢啊。哎，王主任，那咱们现在能去看看吗？这时候天色也晚了，进山呐天就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改天吧。不错，夜里进山不安全，我们改天去吧。好，那咱们改天去。哎，喝水，喝水。雪梅同志，我听说清水河污染案就要开庭了。对，后天上午。这个案子是应该尽快审结了。啊，我还听说要庭审直播，是吗？省长的消息很灵通啊，确实是要庭审直播。不瞒你说，志成化工的韩志成来找过我，他对庭审直播好像是有很大的意见。他认为庭审直播损害了企业的声誉，侵犯了企业的隐私。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不是以省长的身份对法院的工作指手画脚，我是想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给咱们法院提点意见，可以吗？省长客气了，不管是什么身份，我们法院都欢迎您来提意见。雪梅同志，志成化工是一家民营企业，创办20多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在咱们东方省，正是因为有了像他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才撑起了我们经济的半壁江山，解决了我们东方省就业率的2%，达到了68%。咱们就拿志成化工来说，解决了3000多人的吃饭问题啊。李省长，其实我们这么做也是在为企业着想。现在环境修复案闹得沸沸扬扬，把志成化工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舆论对他们非常不利。如果通过庭审直播，能够证明志成化工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树立形象、恢复民意的好机会。白雪梅院长，我知道你也是好意，不过企业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企业的意见呢？这些年私营企业发展得很快，做得很好，但他们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市场压力大，底子薄。这么说吧，如果是一家国有企业为这种事来找我，我绝不会让他进我的门。韩志成跟我熟悉，他进得了我省长这个门，可那些进不了这个门的企业家呢，谁又来替他们来说话呢？所以，我恳请法院在秉公执法的同时，给民营企业留点面子，尽量减轻些社会影响，关门审案，可以吗？省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护企业的心情我也能理解。这样，我们回去再开个会研究一下，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我恳请法院在秉公执法的同时，给民营企业留点面子，尽量减轻一些社会影响，关门审案，可以吧？又这么晚，真盼这案子早点审结。结了一个又没一个，这案子是不会断的。走了，再见，穆法官。慧萍，怎么了？什么？昨天晚上，环资庭的法官穆国柱在加完班回家的路上被人袭击了。袭击他的人是谁，我们目前没有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袭击一定是蓄谋的。会不会和这环保案有关系？这也难说。一个法官一年审那么多案子，难免得罪一两个人。这些年法官遇袭的事件还少吗？都说法官是法律秩序的最后守卫者，可是谁来保护法官呢？这些年法官出的事儿真不少，有人命都给丢了。咱都说，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条防线的守护者。可咱们现在守护者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没保障。我们要督促公安局尽快破案，一定要严惩凶手。昨天我一晚上都没睡。作为院长，保护不了自己的法官，我深感惭愧。通过这件事，我们必须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职引起足够重视。我们要提醒全院的法官，注意自身安全，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对于重点案件的法官，或者是受到威胁的法官，要派法警重点保护。政治部马上下发通知，提醒并要求所有人，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要马上报告。事关干警人身安全的事情，是大事，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给我。把今天拍的素材都搞到电脑里，今天我们加上班了，回去你都看一下。行，没问题。哎，主任，你去哪儿？怎么样？哎，这两期节目做的是真不错呀！谢谢主任夸奖。主任，我想跟你聊聊凤凰山的事儿。哎，主任，你先坐。凤凰山有个养猪场。养猪的人呢，病的病，死的死。养的猪也是奇形怪状，一到晚上还鬼哭狼嚎。胡闹呢吗你啊？这新闻能在咱台里播吗？能吗？你想给观众说什么？说凤凰山闹鬼啊？哎，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能不能靠谱点儿？不，主任，我怎么就不靠谱了？那我什么时候带着摄像去拍啊？拍什么拍呀？你昨天去现场看了吗？我没有啊，昨天进山的时间太晚了，所以我这不是来跟你请示，我下次什么时候带摄像去啊？胡闹呢！哎，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正儿八经的新闻都拍不完。小姑奶奶。
我现在能想到的问题就是这些。主任，您有什么意见？陆明，我听了你的分析和准备，我认为还是很充分的。需要提醒你一点的是，如果这个案子想要得到合议庭的支持，那么委托第三方做的检验报告就一定要达到你预期的结果。但是那个结果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你的假设和猜测。是啊，这检测报告什么时候才能出啊？我一天催他们好几次，他们说这么多成分检测起来非常麻烦，已经连轴转了，最迟明天早上。明天？明天可就开庭了呀！陆明，如果万一我们拿不到检测结果，或者那个结果和你预期的不一样，那么这个案子就很有可能你要有思想准备。那我们的检测不是白做了吗？张秘书长，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份检测报告是努力的一部分。哦，对了，国柱那边怎么样了？我去看过他了，问题不大。他坚持说明天可以开庭，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我也担心啊，但是新闻都报出去了，明天开庭的时间不能改。国柱那边你盯一下，如果有问题，一定要马上告诉我。哦，对了，昨天我去城里开会，哎呀，李省长给我提意见了。李省长，他有什么意见呢？他认为庭审直播对制成化工不公平。不公平？这有什么不公平的？庭审直播也是依法合规的。司法公开和宣传效应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坚持。白院长，你要是坚持的话，李省长会不会对你有看法呀？别人的看法不重要，这件事儿，关键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总是一味地顾及别人的看法，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得好。陆明，你没有接我电话，我猜你一定是在开会，或者是在准备明天的开庭。明天的庭审是现场直播，你今天一定要早点休息，睡眠足才会精神好。另外，衬衣一定要熨一下，毕竟那么多眼睛看着你。领带就系我送你的那条吧，那个颜色配你的肤色。你好，我是哪位？
做出公正的判决。哎，宁主任，小周，陆老师，检验报告送过来了吗？还没有。还没有。郑总，为什么还没有送到？陆律师，我们这设备啊出了点问题。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知不知道马上就要开庭了？如果开了庭你再送过来，没有任何意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抓紧。怎么办，陆老师？如果开完庭还送来报告，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小周，你一直在这儿等，无论多久都不要离开，一直等到他们把材料送到你手上。那我不用去开庭了吗？开庭我一个人就够了，在这等着。陆老师，等一下。让开！哎，你好，我找你们李厅长，有预约吗？没跟你们说吗？没有。哎，白院长！哎，传好了，有人冲进办公区了。站住！你感觉怎么样？没事儿，我可以坚持。今天庭审的时间不会短，如果你坚持不住了，要随时告诉我。没问题，院长。白院长，陪审员已经到了，在会议室等着呢。嗯，那咱们再准备一下。白院长，对不起，领导，他擅闯办公区。白院长，我请求暂缓开庭。先把他放开。陆律师，你为什么要求暂缓开庭？白院长，谢谢你。我方有一份证据非常的关键，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我还没有拿到。我认为这份证据非常的重要。陆明，你身为一名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在开庭之前要呈交所有的证据，你交不出来证据还要暂缓开庭，这是哪家法律规定的？这法庭是你家开的，你说开就开，你说不开就不开啊！你这不瞎胡闹吗你？陆律师，无论这份证据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求暂缓开庭都是不合理的，而且你这个要求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今天的庭审要向社会公开指认，所以更改时间无法向公众解释。白院长，我认为这份证据对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陆律师，如果这份证据真的这么重要，那么你在开庭之前没有拿到，没有上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师的失职。况且，未经允许，你强行闯入法官办公区域，按照相关规定，我可以把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是我不对，是我太着急了。考虑到马上要开庭，我现在向你提出训诫，希望你今后恪守相关规定，遵守诉讼纪律。对不起。送他出办公区。行。原告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诉被告滨海市泰捷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志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废物污染责任纠纷一案现在继续开庭。喂，怎么样啊？我已经出发了，可是这路上啊有点堵车。那你们快想想办法吧。他前面车堵着不动，我也没有办法呀，我能飞过去啊。你尽快吧。好，好，好，我尽快啊。下面进行法庭调查，请问志成化工对原告诉称的清水河以及两岸因泰捷公司倾倒工业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事实是否存在异议？没有异议。志成化工提出的环境保护联合会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合议庭已经将意见通知各方。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志成化工是否应该对污染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二、如果承担责任，环境修复费应该如何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有无补充？没有。没有。请各方围绕上述焦点问题举证。在第一次开庭前，法庭组织了证据交换，双方均充分地发表了质证意见。除了已经质证过的证据，双方还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审判长，我方补充提交2份证据。我方曾申请法院前往志成化工调取该公司的生产和财务数据。其中的生产数据和财务数据显示，泰捷公司不但处理一种危险废酸，还处理一种危险品，叫做 MTP。MTP 以及这种工业废料，两者都属于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通过咨询专家，我们发现污染区域的状况符合 MTP 污染的特征，所以我们怀疑志成化工在出售的废酸中混入了 MTP。请志成化工质证。对该证据，我方没有异议，但对方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废酸和 MTP 完全是出自2个不同的工艺流程，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机会产生混合。志成化工有专门的设备对此进行处理，并接受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因此这个证据和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请环保联合会继续举证。审判长，我方再补充提交1份证据。这份证据就是和泰秘密保存的账本。他从哪儿拿到的这个？我也不清楚。审判长，我反对，双方的证据要在开庭之前提交合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不组织质证。所以我认为，对方律师提供的证据，合议庭不应采信。谢谢。被告志成化工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合议庭有要求要在开庭前提交，但是当庭提交也是允许的。谢谢审判长。请法警将证据提交法庭。
请将证据原件交予被告质证。根据账本记载，结合财务数据可以看出，在志成化工每个月向泰捷公司支付处理费的3到5天，王大力就会从和泰处拿走当月付款的30%。账本记载的王大力30次，共拿走款项300多万。这怎么回事？这个，韩总，是王大力从中拿了好处。也就是说，志成化工名义上支付的这远低于市场价的处理费，暗地里还要再取回30%。泰捷公司实际得到的处理费只有区每吨的700元。显而易见，泰捷公司除了将废酸直接倾倒进清水河，别无他法。而这一切，志成化工显然是共谋者。下面请原告说明证据来源。审判长，被告泰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泰已经死亡，他的妻子在他留下的遗物中找到了我的名片，还有这份账本。昨天晚上交给了我，希望我能够查明事实真相，给死去的何泰一个交代。您怎么会有我的电话？我是在何泰留下的包里发现了您的名片，还有这本本子。我从来不过问他工作上的事儿，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用。我不认识别的律师，所以希望你能帮我看看，他不能就这么死了呀！我和孩子该怎么办呀？审判长，情况就是这样。
染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理应按照环保部关于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4条、第5条规定，以虚拟治理成本为基数，按照6倍计算污染修复费用，即为人民币3.165亿元。请志成化工发言。我相信合议庭想看到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而不是无端的揣测。通过法庭的调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志成化工并没有参与抛弃废酸的行为，更无非法倾倒的主观故意。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梁大哥，哎呦，王大哥，你看什么这么专注？这不清水河被污染的案子，今天审判。看看。哟，看看。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污染者是谁？是泰捷公司。志成化工是生产者，其生产行为和污染后果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王玉芝主任曾经因车祸而不能参加本案的庭审。那么我想问一下对方的律师王主任的同事，王主任到底是应该追究肇事人的责任，还是应该去追究汽车生产厂家的责任呢？根据推荐方法规定，水体修复是应该在采取应急措施之后，污染依然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才。两岸群众的呼声犹在耳边。如果法庭还是只判决早已关门大吉的泰捷公司承担责任，原告及广大公众得到的依然是一张毫无用处的法律白条。志成化工作为污染事故的参与者，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任何污染都可以自然修复，10年不行就100年，100年不行就1000年，总有修复的一天。按照对方的逻辑，所有的污染都无需人工干预，无需赔偿，环境保护法岂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环境的修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此，恳请合议庭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志成化工与泰捷公司对受损的环境和生态承担连带修复责任。我的陈述完毕。志成化工是否有陈述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新闻媒体和在场的市民代表，作为滨海市的一员，志成化工，包括我本人在内，
对于清水河的污染深感痛心，也对两岸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带来的不便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有一句话叫王大力在哪儿呢？应该在厂里，我去找他。那要不要报警？把他找来。是。谢谢。国柱，国柱，啊，你可以吗？没事，我可以坚持。好，我们现在开始合议。关于志成化工和泰捷公司的废酸处理合同是否合法，与环境污染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那么，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产生固体废酸的企业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废物处理。那泰捷公司的资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啊，我认为这委托合同的合法性是可以认定的。虽然说涉案的废酸具有一定的腐蚀性，那么它是不是属于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那么根据检验报告，它的成分完全符合我国化工工业产品的标准，是可以委托销售和处置的。两位陪审员有什么意见吗？我觉得那位年轻律师的话很有道理。志成化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的确可以。殷主你好，您能预测一下今天的评审结果吗？相信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裁决，给志成化工一个清白，还志成一个公道。小周，马上就要宣判了，回来吧。我知道了。那我们的检验不是白做了吗？合同虽然合法，但这明显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如果我们认同这种做法，判决志成化工不承担责任的话，将在社会上起到很坏的示范效应。虽然他们的行为合法，但是废酸在倾倒时是不受志成化工的控制。那么我们有什么法律依据来判志成化工承担责任？再说了，就是那个账本的内容，即使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也很难证明它和志成化工有关。下面进行法庭宣判。全体起立。判决如下：
原告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与被告滨海市泰杰化工有限公司、被告滨海市志成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拿到了，有危险物。我说停止直播有风险吧？将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带出法庭。审判长，请等一下，这是我方律师。审判长，因为交通的原因，我方对污染物成分进行的检验报告，在开庭之前并没有拿到。这份报告将证明污染物的所有真实成分，对查清本案事实、明确当事人责任至关重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我反对，我坚决反对。审判长，对方律师在合议庭宣判之时提出新的证据，简直就是荒谬至极。他们的举证已经大大超出了举证时限，其行为也已经扰乱了法庭正常的审判秩序，请合议庭不予采纳，并对其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依法处罚。审判长，这份证据虽然超过了举证期限，但是它也许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恳请合议庭给事实一个机会。请大家坐下。根据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时限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要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鉴于此案情况复杂，此证据有可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合议庭决定恢复法庭调查。感谢审判长，感谢合议庭。我方提交的这份证据，是我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受污染的河水、污泥的检验报告，所有受污染区域的样品和取样地点、过程由公证机关参与。该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受污染的河水和污泥中含有 MTP； 第二，就在今天的法庭上，对方的代理人告诉我们，废酸和 MTP 产生于两个不同的生产流程，不可能混在一起。由此可以证明，废酸中的 MTP 只能是人为的混合。第三，审判长，就算河水和泥中检测出了 MTP， 也不能证明 MTP 就是来自泰杰。就算是来自泰杰，也不可能再证明它就一定来自志成化工。请对方的代理人稍安勿躁。第三，经被刑拘的泰杰公司人员指认，废酸来自志成化工，检验结果显示，样品中同样含有 MTP， 且浓度远超污泥中的含量。这能证明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第四，泰杰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中，只有废酸一项，也就是不具有处理 MTP 的资质。志成化工对此心知肚明。我方举证完毕。请志成化工予以质证。鉴于这份证据是在庭辩之后提交的，我方拒绝质证。现在法庭调查结束，双方当事人有无新的辩论意见和陈述？报告审判长，我方没有新的辩论意见和陈述。审判长，获赔款项
在扣除因诉讼产生的各项基本费用外，将全部汇入指定的财政专用账户，保证每一分钱都用于清水河及两岸的环境修复。同时，十分欢迎包括制成化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监督。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宁律师的一句话：法不容情。鉴于双方当事人对这份检验报告的说明和辩论已经结束，合议庭再次合议，现在暂时休庭。同意采信这份检测报告的，请举手。好，那既然有了新的证据，证明清水河污染还另有其他污染物，那么大家对修复费的认定有没有其他意见？这个 MTP 是我的专业，它是有毒物，它的危害与单纯的废酸相比要大得多。消除危害也要困难得多。根据推荐办法，污染损害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情况，应该按照虚拟修复成本的4.5到6倍的计算来赔偿损失。根据评估报告的内容，4倍应该是可以满足修复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修复费用调整到4倍。这个河水水质目前已经基本恢复，那么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因素？河水虽然具有流动性和自净能力，但是在环境容量有限的前提下，水体中的大量有害物质必然会对河流中的水质、水体中的动植物以及河床和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快，但是土壤和河床的修复过程十分漫长。如果按4倍来计算，那修复费应该是2.11亿。超过2个亿，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太洁公司没有偿付能力，那压力可就全都给制成化工了。韩总，王德利不见了，哪儿去了？他不在公司，打电话也不接。我问保安了，说看见他出了公司的大门。思明，去找去，无论如何把他找来。是。从制成化工的情况来看，恐怕无法承受这巨额的赔偿。这个判决很难下呀。白院长，我想请教一下，咱们按照法律规定来审判案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你会说判决不好下呢？下一纸判决容易，难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涉及的社会现实因素。我和思薇曾经去过制成化工，亲眼看到过这个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这么巨额的赔偿金，很显然制成化工是无力一次性支付的。作为传统的化工企业，
我有不同意见。下面我们开始表决，同意请举手。现在宣判，全体起立。2亿1100万元。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行循环利用，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且1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申请在延期支付的40%额度内抵扣。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哎，就够完了。要是有张床就好了。今天晚上要不去吃火锅？不行，明天云娥考试，我得准备准备。哎呀，就一天晚上嘛，以你思维的水平，考个高分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穆法官，
我给您倒杯热水吧。谢谢。行吗？不行，咱们去趟医院。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好了。你说，我们都累得不行了，你这一伤病员，你厅长。小周，回家休息吧。不用，别硬撑着了，我开车送你，啊。那你收拾一下东西，好。喝点水。喂，你好，我是白雪梅。雪梅同志啊。哟，王书记好。你好。我看了庭审直播，非常好。我注意到了一个判决的创新点，就是对。你好，宁志远。哦，对对，打听清楚了。啊？不对，我知道，好的，谢谢啊，哎，谢谢。韩总，宁主任来了。怎么着，宁主任？你是来向我报喜吗？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一问，你们的工业废料当中含有 MTP 的成分，这些关键的材料为什么要向你的律师隐瞒？什么叫我瞒着律师啊？他还瞒着我呢。那么到底是谁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庭审之后，王大力就不见了。这个化工废料的处理都是他负责。你说，我们韩总那么信任他。宁主任，我被王大力坑了，你懂吗？王大力有权利私自去签这样一个合同吗？没有。我实话告诉你，他确实没有，我也真没告诉你。我不能告诉你，我有我的苦衷。你不会为这件事情替我打马虎眼的。但是 ，MTP 这件事情，我100%不知情。你们答？对。行了，什么也别说了。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给我翻过来？我不能赔这么多钱，照这么个赔法，我3天就关门了。我要上诉，我要上诉到最高法。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这个案子如果想彻底翻转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我还是劝你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了。啊？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请你相信一个律师的话。我们就这么栽了？
就这么栽在白雪梅手下了？你不觉得我冤吗？啊！我想这3000多员工，他不能这么判我，我比窦娥还冤。话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在环境修复赔偿款中，有40%的款项可以用于企业的技术升级和改造来抵扣的。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促进工业废料的循环再利用，降低环境风险，对社会有好处。再一个，就是可以减轻企业现实的压力，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李主任，40%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那不是个小钱，不还得跟我要吗？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总比让你真金白银全往出掏要好很多吧？我宁致远也经历了这么多的案子，说实话，这次这个案子虽然输了，但是我输的是心服口服，因为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上，我体验到了法官的智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他喽。去子明买面锦旗送给他，祝贺他把咱们判输了。同学啊，怎么了？帮一下老爸好不好？干嘛呀？我这忙着呢。甭管那边就开，你妈马上回来了啊。哦，好吧。交起呢，爸。一后悔呀，儿子，这，快这，在我脑袋上。我脑袋这不是嘛？这都看见你了。哎，这还是你的家呀！就这样意外被遇见，爱情是否来的太突然？我们都明白，这不过是场骗局。来，让我们祝陆哥今天扭转乾坤！干一个！来，谢谢兄弟们，谢谢大家。哎，不行，这个你可得干了。别让陆老师再喝了，别让陆老师。没事。那个，今天高兴，我干了。干嘛？好样的，陆老师！陆明，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对吗？我不跟你分手。但是陆明，我就不应该承认你跟我分手。我不会去委屈咱们亲爱的白院长演出成功，演出成功。哎，妈，我觉得今天的庭审啊特别有戏剧性，尤其是那个关键证据的提出，当时我都替你捏把汗。当时那个决定做得还不错吧？太正确了，表现得非常得体，佩服的五体投地。哦，还有陆明律师的庭辩也很有力量。他是一个很有闯劲儿的律师，是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儿子，你怎么不评价佳怡的爸爸？那还用评价吗？一个法律界的老炮，那水平没得说啊。本来啊，人家韩志成还想跟我合作，你这么一下把他案子判输了，还输得这么惨，恐怕这合作是没戏喽。你记住啊，这就是我无私的支持你工作啊，放弃自己事业的典型案例。还有这事儿啊？哎，别听他的，
人家是为了通过他来攻我的关，他自己当真了。胡说！来来来。你说你最害怕孤单，总看待世界太悲观，门外的另一个世界总会有点浪漫，像风一样狂乱，哪怕你已越过群山，也时常会害怕孤单，思念在另一个世界，也常常会落单，也常常会习惯。我想你在每个夜晚，总恨时间过得太慢，我想你在不经意间像天边的光点，永远不会改变。我想你会突然停歇，直到我们再次遇见。我想你在心中默念，伸出思念的剑，付出一生不变。哪怕你已越过群山，也时常会害怕孤单，思念在另一个世界，也常常会落单，也常常会习惯。喂，你在每个夜晚，总恨时间过得太慢。怎么不说话呀？喂，在听吗？直到我们再次遇见，我想你在心中默念，伸出思念的剑，付出一生。爸，出什么事了？哦，没事儿，打错电话了。爸，今天虽然志成化工输了，但是你在法庭上依然很帅。
慢点。马聊亭。我下去看看。东方省高院判错了案，我们智诚化工3000多工人要吃饭，欢迎大家拍下来，传到网上，替我们申冤。哟，这不是白院长吗？判我们案子的就是这位省高院的白院长，就是他，要罚我们的企业，要砸我们的饭碗。各位师傅，你们都是智诚化工的人，对吧？对。我是白雪梅。打官司这个事情有输有赢，无论法院判谁赢了，判谁输了，都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你们对判决的结果不满意，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再提起上诉。如果你们觉得我白雪梅有问题，也可以向纪委去反映情况。别说好听的，我们反映有用吗？我们要求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如果今天他不答应，咱们就不让他走。你们干什么？走这个审核院院长，不能走。高院院长怎么了？很了不起吗？白院长，我们走，等他们没法想。不能走。我不走。一点作用也没有。胡闹，简直是胡闹！刚才接到群众热线，说是省高院附近上演了一出窦娥冤。窦娥冤啊，赶快去看一下，争取上今天的新闻。哦，快！好，小李，哎，走，带上继续。快！陆老师，昨天您喝了那么多酒，没事吧？没事。嗯。